如果你刚好看到一场车祸，心里也许会有一丝惋惜，可当受害者变成自己女儿，那心情就截然不同了。男人还没来得及悲伤，突然如噩梦般惊醒过来，可怕的画面还没彻底消失，空姐就上前索要签名，旁边助理问需不需要拍照，这一幕似乎有点熟悉。出站路上，助理的话让男人再次怀疑，如果真的发生过，那下一秒应该会有个小孩子吃糖，然后被卡在喉咙里，再然后男人救下了孩子。接下来就是新闻发布会，男人是个医学博士，今天刚刚荣归故里，但记者的提问却记忆犹新。男人心里直呼不可能，却也开始意识到女儿的那场车祸是否真实存在。来到车里，他赶紧给女儿发信息，要她留在原地等自己，女儿则坚持要去约定地点见面。路上男人一直给女儿打电话，可她就是不接，因为自己一直忙于工作，对于女儿他是个0分老爸。男人到达收费站，他想最后一次确定，如果女儿真的会出车祸，工作人员找零时肯定会将硬币掉落。男人很纳闷，但又不得不相信眼前这一切。他加速赶往与女儿约定的地点，可还是来晚了。穿过围观的人群，女儿再次死在自己面前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恍惚中，他又一次从飞机上惊醒。空姐依然递来杂志，索要签名。他知道一切又将重新开始，但唯独这段记忆深深烙在脑海里。这次他不敢再耽误时间，先是抢走小孩手里的糖，防止他再次卡住，然后取消了新闻发布会。上车后给女儿发了信息，告诉她活动取消，不要再去约定地点。自己则赶忙驾车去找女儿。路上女儿打来电话，言语中责怪爸爸平时没照顾自己，而今天是自己生日，爸爸还要放鸽子。他不管，他就要去那里等到爸爸来为止。男人急了，他闯过收费站，一路超速行驶，绕小路走单行道，却刚好被堵在转弯的路口前。不用说，这次又来晚了。下一次他赶在被堵住之前转过弯，可另一个路口突然冲出来一个人，他躲闪不及，直接撞向路边，车被卡住了，他只能跑过去。这次更晚，都没能见女儿最后一面。于是男人想到个新的挽救方法。男人因事故痛失女儿，而这一天却不断重复。为了挽救女儿，他开始与时间赛跑。屡次失败后，他想了个新的方法，来到车祸现场，找到肇事车主的手机，给自己打过去，记下了电话号码。再次醒来，他一边赶往事发地，一边给出租车司机打电话，告诉他不要去某某路段，不然会有意外事故发生。可对方直接挂断了。男人想起来一条正要施工的路段，此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。人行道上绿灯亮起，女儿始终没有接爸爸电话，而男人也终于在女儿被撞前赶到。他疯狂按喇叭，既是在提醒女儿，也是在叫停出租车司机，但肇事车辆好像失控般，还是撞了过去。看着女儿的尸体，他仿佛成了罪人，一下又一下扇打着自己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小伙将男人揪起来，质问他到底是谁。因为小伙记得每次车祸现场事故的时间和经过的路人都一样，唯独这个男人不同。原来小伙是个救援车司机，第一次来到事故现场就碰到男人，他并没有在意，但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妻子居然也是受害者之一。起初小伙也以为是个噩梦，但每到中午12点，事故便会准时发生。无论他用什么方法，都无法阻止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。在一次次挽救妻子的过程中，小伙注意到另一个一次次挽救女儿的男人。话说开了，两人一拍即合。再次醒来后，他们在约定的地点见面了。两人觉得女儿和妻子只要救下任意一人，便可打破循环。经过一番商议后，有了新的计划。男人借着媒体采访，在电视上对女儿表达了歉意，告诉女儿自己很爱她，并将约定地点更改为中央公园。小伙则直接去到警察局，用砖头把自己头打破了，谎称出租车肇事逃逸，地点和车牌号他早已烂记于心。接到通知的附近警员开始搜查，很快便找到了那辆出租车，可司机不仅拒绝调查，还调转车头逃离了警方控制。时间已经过了12点，小伙再三和警员确认那个路口确实没有发生交通事故。男人也接到女儿电话，他接受了爸爸的道歉，并去往中央公园赴约。这场悲剧循环终于被打破，两人喜极而泣，各自去往找寻家人的路上。到达公园后，男人接到一通电话，是出租车司机，他说女儿还是会死，而且3年前就该死。男人不知他到底是谁，但却意识到女儿依然有危险。就在他找到女儿的同时，那辆出租车也闯了进来，在撞向女儿的最后一秒，男人用身体护住了女儿，但显然一切又将重新开始。再次醒来，男人已泪眼朦胧。出租车司机说女儿3年前就该死。是啊，3年前女儿身患绝症，只有做心脏移植手术才能活下去。想找到这
样的志愿者几乎不可能。但偏偏这天夜里，医院送来一对父子，是车祸，父亲头部受到重创，昏迷不醒，男孩则直接被诊断为脑死亡。医学解释，得了这种病，也就相当于宣判了一个人的死亡。男人救女心切，擅自利用昏迷的父亲，伪造了男孩的器官捐献协议。而当下，他每天都要承受丧女之痛。如果说男人是罪有应得，那小伙又是为了什么？原来，当年父子俩那场车祸，正是他不经意间造成。看到对方伤势严重，小伙很害怕，并没有第一时间救援。待冷静过后，将父子二人送到医院，也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。一切真相大白，这根本不是巧合，而是蓄意谋杀。凶手就是出租车司机，也是死掉男孩的父亲。为了保护妻子，小伙决定解决掉司机。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循环。男人不同意，因为他曾试图向司机忏悔道歉。当年为了救女儿，身为人父的他没得选择，恳求司机不要再对女儿下手。然而并没有得到原谅，司机只是说他也身为人父，他也没得选择。最后男人意外发现，司机才是真正解开这场循环的钥匙，只有得到司机的宽恕，才能真正打破循环。两人意见不合，决定各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。小伙通过妻子在日历上做的笔记，终于找到妻子上车的地点。男人回想起司机的电话，想提醒他有危险，但为时已晚。小伙已经红了眼，他一心只想保护妻子。两人在车内扭打起来，司机凭借车辆撞击后产生的惯性，成功将小伙甩出车外，接着加速朝着事故路口驶去。由于小伙争取了一些时间，男人这次成功救下了女儿。司机身受重伤，男人不顾一切救他，在小伙驾车撞来前一秒，把司机拉出车外。可小伙仍不罢休，非要置他于死地。男人阻拦，却意外被刺伤。这一幕幕，司机都看在眼里。最后纠结地看向女孩，这个被他撞死无数次的女孩是多么无辜。他缓缓走到女孩身前，仿佛从她身上看到了儿子的身影。毕竟女孩体内跳动的心脏是自己儿子的。就在这时，火光四起，司机用身体将女孩护住。男人感到非常意外。再次醒来，司机如释重负地出现在女孩面前。小伙也意识到与妻子情感的珍贵，而男人终于明白了，最好的忏悔便是坦然面对。 기자회견에 앞서 먼저 고백할 것이 있습니다. 3년 전 저는 한 아이와 그 아이의 아버지에게 돌이킬 수 없는 큰 죄를 지었습니다. 그래서 이제 그 죄값을 받으려고 합니다.